嘉庆8年闰2月，风寒料峭，真正意义上的春天还远远没有来到。可京师大街小巷，不少树木已经悄悄发芽。这个月的20号，嘉庆皇帝东巡回銮，由神武门进入紫禁城。神武门以前叫做玄武门，这是紫禁城的北门。这门30多米高，汉白玉的须弥座，汉白玉的石栏杆，重檐五殿顶，3旗彩斗拱，建造的那是相当的气派。按照惯例来说，清朝皇帝无论是出门还是回家，都很少走神武门。这个门主要是宫里的宦官宫女啊、工匠侍卫们走的比较多，你可以理解为这是紫禁城的一个员工通道。至于嘉庆为什么那天要走神武门，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这一天，皇帝的圣驾才刚刚经过神武门，出事儿了。什么事儿呢？那就是这神武门里竟然埋伏了一个刺客。这刺客辗转腾挪，身手敏捷，手持匕首，奔着嘉庆皇帝乘坐的轿子就冲了过来。我们知道这圣驾也就是皇帝的队伍，那人是很多的，大体上是一个一字长蛇阵。皇帝在中间的轿子里坐着，然后里3层外3层全是人，不是宦官就是侍卫，要么就是亲军。这刺客只身一人不说，还拿的是短兵器，竟然就这么奔着皇帝的队伍就来了。知道的以为是行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寻死呢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这刺客往队伍里冲的时候，大多数的侍卫和亲军，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护卫格挡、诛杀或者捉拿刺客，而是呆若木鸡，愣在了原地。当然你说整个皇帝的安保团队成员全都愣住了，全都呆住了，那也是不现实的。有一些亲军侍卫还是很快反应过来了，他们一看竟有刺客想要袭皇杀驾，是惊呼连连，然后纷纷慌不择路地逃跑。一来这都已经进到神武门里了，再走2步就过了顺贞门了，皇宫深院，大内重地，谁都不会想到竟然会跳出个刺客来。二来，刺杀事件在本朝已经极少发生，侍卫们没有紧急预案，真出现了这种情况，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三来嘛，御前侍卫也好，京籍亲军也罢，他们已经多年不知兵，久疏战阵，战斗力早就大打折扣。此时此刻根本没有勇气拿起武器对敌了，所以一个小小的单兵刺客竟然引得众人纷纷回避，他都不用往里冲，他往哪儿走哪儿就会主动给他让出一条道路来。所以片刻之间，刺客就冲到了离皇帝只有3-5米的地方。眼见他手起刀落，嘉庆皇帝就要命丧当场。好在这皇帝身边总归还是有几个忠臣的，关键时刻大臣芈恩用身子护住皇帝，挡在了皇帝的身前。而跟随皇帝东巡的当朝驸马，也就是嘉庆的女婿拉旺多尔济，则第一个冲了上去阻拦刺客。随后御前侍卫丹巴多尔济更是赤手空拳扑上去和刺客以命相搏。这丹巴多尔济真是勇武过人，身上多处受伤，遭受重创，血流不止，最终还是拼着性命把刺客给拿住了。您要知道，这事儿发生在神武门和顺贞门之间，那么这个行刺的地点就不是紫禁城外，而是紫禁城内了。皇帝这等于不是在家门口遇袭，而是在家里边被刺的。加上一群护卫在危难时刻没反应的没反应，退缩的退缩，逃跑的逃跑，嘉庆这真是幸运值点满了，才捡回一条小命。皇帝对这次遇袭之事非常重视，他也很生气，所以他立刻把刺客关入大牢，严加审讯。不过这审讯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。刺客的名字叫做陈德，普通百姓无官无职，其人木讷内向，一问3不知。最后皇帝没办法，只好是把陈德和他的2个儿子抓来，全都杀掉了事。可是陈德干嘛要刺杀嘉庆呢？他又是怎么跑到紫禁城里来的呢？虽然他行刺没成功，人也死了，可是他这么一个小人物敢刺杀皇帝这样的大人物，排除他脑子不好使，吃错药了，神经失常等因素之外，唯一的结论就只有一个：有人指使。大臣怀疑有人指使，皇帝也怀疑有人指使，但是苦于审不出来，所以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直到不久之后的
3月21日，京师通政司参议程存在自己的家门口捡到了一封书信。他打开书信，只有寥寥几行字，可他看完之后却是冷汗直流，两腿忍不住的打哆嗦。信里写了什么呢？信里写，朝廷户部笔帖使兴德宝就是陈德刺杀案背后的主谋。笔帖使本朝官衙中的低级文书官员，主要负责满文和汉文的翻译。这地方衙门的笔帖使8品9品，很不入流，而兴德宝是朝廷户部的笔帖使，乐观估计他最高可以做到6品。这2天上朝的时候，嘉庆皇帝还一直对陈德刺杀案耿耿于怀，时常提起。现在家门口竟然发现了有关这起案子的线索，程存不敢耽搁，立刻就把这封书信送呈御前。那说白了，这封信其实就是一封举报信，而且还不是匿名举报，而是实名举报。书信的结尾则署上了举报人的名字，左领傅明阿。当时的左领能指挥调动200多人，属于中低层的武职。职务虽然是真的，但是皇帝派人到军中去查，查来查去，却发现压根儿就查无此人。整个大清朝就没有一个叫做傅明阿的左领。说白了，所谓实名举报用的也是假名字、假身份，举报人的信息是假的，但是被举报的人却是真实存在的。程存呈上书信的当天，户部笔帖使兴德宝就被控制了起来，并且由皇帝亲自指派的大臣进行了审讯。趁着他们审讯兴德宝，有个事儿想要跟大家说一下。我现在正好在参与月度精选作者的评选，非常好的一个荣誉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投票。那咋投票呢？你在抖音精选里边搜索送他上精选就能参与了。而且你在抖音精选里不仅可以多帮我投好几张票，还可以看到我所有的视频非常的不错。当然，审讯的结果毫无意外，兴德宝没有作案理由，没有作案时间，也没有作案动机，而且无论怎么梳理社会关系网，兴德宝也不可能会和陈德认识。尤其是兴德宝这一家子人，老实巴交，朴素简单，和睦邻里，风评很好很好。兴德宝本人呢，平时也真是行得端，坐得正，没有什么污点，经得住查。大臣们调查来调查去，发现兴德宝全无嫌疑。嘉庆一看，这不纯纯诬告吗？皇帝也很讲究，旋即就把兴德宝给放了。而且值得一提的是，从捉拿审讯到释放兴德宝的这个过程中，兴德宝没有被刑讯逼供过哪怕一次，甚至就连审讯都不是在监狱里进行的，而是客客气气的把兴德宝请到了圆明园问话。兴德宝虽然放了，但是嘉庆还是很恼火。怎么说呢？这调查谁是陈德的幕后黑手，调查陈德行刺内因的事情还没着落，眼下又多了一个诬告案，又要调查这个诬告兴德宝的人是谁，皇帝能不烦吗？皇帝的烦来源于他意识到了诬告兴德宝这个案子背后的严重性。在皇帝看来，这样栽赃陷害的手段是最为可恶。如果不是朝廷明察，还了兴德宝一个清白，那兴德宝岂不是就要沦为刺杀案的幕后黑手，被凌迟处死，一灭全族了呢？倘若铸成此等冤案，以后悠悠青史，如何记载我爱新觉罗容颜？而且不光是会在后世留下骂名，这种形式的借刀杀人，那是把他皇帝本人当成了暴力机器，当成了工具，这无异于是背后栽赃之人对自己的一种嘲弄和轻视。出于这种想法，嘉庆就不打算放过这个写举报信的人，他发动朝野内外各级官吏严密查访，仔细调查，很快就把这个栽赃陷害的人给揪了出来。而这个人名字叫做赵昌，是兴德宝侄子的儿子。这往往作案者必是受益者，既然被栽赃陷害的是兴德宝，那么用逆向思维来推断，写信栽赃陷害兴德宝的就必然是兴德宝的仇人。兴德宝的侄子叫做刚柱，刚柱的儿子就是这个赵昌。赵昌是家中长子，是刚柱和大房夫人赵母所生。这刚柱呢，还有一房小妾，名字叫做玉儿。玉儿好个伶牙俐齿，最好颠倒黑白，搬弄是非，
一次竟然在刚柱面前构陷赵母和家中的奴仆私通，刚柱偏听偏信，一气之下把赵母逐出了家门。赵昌见母亲受辱，自然要为母亲据理力争，可父亲刚柱宠爱小妾，哪里肯听儿子的话，只需将儿子痛骂一顿时，不再理睬。赵昌无奈之下，只好去找家族中的长辈兴德宝，希望兴德宝出面还母亲一个清白。没想到这兴德宝也是偏袒之子，半只眼睛看不上赵母，不仅不为赵母说话，反而还建议刚柱把妾室小玉扶为正室。而就在这个过程中，被赶出家门的赵母伤心过度，郁结腹中死了。作为儿子，赵昌不敢和父亲相抗，便把母亲之死全都归咎到了兴德宝的身上。他蓄意报复，正赶上陈德刺杀事发，于是他便虚构出左领傅明阿的身份，写下那一封举报信，丢在了大臣程存的家门口。当然了，以上都只是赵昌被捉之后的口供，是他单方面的叙述。他所描述的这个家庭矛盾是真是假，谁对谁错，时至今日已经难以商榷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举报信的确是他写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报复兴德宝。举报信的始作俑者捉到了，可嘉庆皇帝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激动。他本以为这次栽赃陷害案件的背后一定涉及官场斗争，说不定深挖之下还能挖出一些朝廷大员。结果搞来搞去，案件的起因却是因为普通百姓家族中的争斗，有点乌龙，有点让人哭笑不得。不得不说，有时候这封建统治者也的确是过于敏感了。任何的风吹草动，任何的反常和异象，都会挑拨起他们敏感而不安的神经，让他们开始新一轮的头脑风暴。就好比嘉庆始终认为陈德刺杀案必另有主谋，其中必然隐藏着更惊人的阴谋。可是嘉庆不知道，他再一次想多了。神武门前杀驾行刺的案子的确有主谋，可是这主谋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是陈德本人。陈德生年不详，只知道是河南泰县人。他原本供职于紫禁城内务府，是个厨子，因此熟悉皇宫道路，才有机会潜入神武门内行刺。不过距离刺杀案发半年前，陈德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失去了这份工作。失业那年，陈德已经45岁。他31岁来京师谋生，从事过很多工作，千辛万苦之下，终于在40岁时获得了一个进宫做厨子的营生。可以说，这份工作是他赖以谋生的全部。因此，失业之后，他失去了经济来源，生活是越发艰难。陈德的妻子已经病逝，他一人为生还不算，上有瘫痪在床的岳母需要照顾，下有2个尚未成年的儿子需要养育，4口人没有收入，吃不上喝不上，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挨。陈德的精神濒临崩溃，他一度想要自杀，但他又想，倘若就这样死了，根本就无人知晓，到时候被拖到乱葬岗随便一埋，这辈子轻描淡写就这样结束了。陈德不想如此卑微的死去，正巧寻思自尽的那几天，听说嘉庆皇帝东巡归来，要经过神武门，陈德干脆临时起意，提前埋伏在了神武门，准备刺杀皇帝。根据陈德自己交代，他其实知道皇帝身边护卫森严，自己根本没有成功的几率，如此莽撞的持刀冲入人群刺杀，不过是自寻死路，必然会被侍卫们乱刀砍死。可是对陈德来说，这样死总好过悄无声息的死去，至少自己还能让人知道自己的事迹还能存留下来。只是陈德没想到，皇帝身边的防卫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坚如磐石。行刺时，他有好几个瞬间真的差一点就把皇帝给杀掉了。也许陈德是想要用他的死来告诉皇帝，只要还有如他这种吃不饱穿不暖，日子没有着落，生活没有保障的人存在，那大清朝就绝不会安宁。只是那时的嘉庆皇帝还年轻，他对历史的理解并不深刻。虽然诛杀了和珅，可贪污腐败是越来越多。虽然积极平定各种农民起义，但是白莲教、天理教、川楚闪动乱却如火如荼，越来越不可收拾。皇帝也曾普免天下钱粮，皇帝也修水利救饥荒赈灾害，皇帝也曾施仁政爱子民，不然他又何以庙号仁宗呢？
我们常说嘉庆皇帝资质平庸，不懂创新，不愿改革，固步自封，墨守成规。虽然勤勉，虽然肯干，虽然人品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能力上的缺陷和思想上的陈旧，注定了他无法成为一位改变清朝颓势的中兴之主。可是放在宏观的视角来看，嘉庆无力改变的这一切，其实并不是他造成的，因为大清的落后早就不是1年2年、1天2天的事情。宫室仍旧宏伟，日暮夕阳，然后是晓风残月，今天过去，又是新的一天。好了，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点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见。